各位线上的同修，大家晚安，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参加线上读书会。今天晚上我们读书会的主题是能言不如慎言，慎言不如不言。讲话跟闭嘴都是一门大学问多一句太多少一句就太少很容易造成误解跟遗憾尤其呢，讲太轻又怕人家听不懂讲太重又怕人家受伤不讲嘛又不行。相信大家都生活中都难免会碰到这样的困扰了。所以说跟不说或者要怎么说何时才能说都是人生一门大学问能言不如慎言慎言不如不言。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即使一个人能言善辩也不如说话谨慎来得稳当而即使说话已经很谨慎也非常小心很多时候呢，不如保持沉默来得更好啦。不过要注意一点保持沉默并不是要我们从头到尾都不说话或不言不语或漠不关心，不是这样还是要看情形。等一下后面我们再来详细解释。说的多不如说的好，说的好不如说的巧那有些人呢是滔滔不绝试图展现自己的口才或见解但很可能呢，讲话缺乏重点加上呢言多必失反而让人觉得说，哎呀，讲话浮夸露馅了或者遇到争议话题他急于表达自己的看法或急于评论那这个都叫做能言紧加讲台湾话讲有人在发言之前呢，做足功课，也深思熟虑的很简明扼要的提出核心问题让人家一听马上就懂或是他会使用中立跟理性的语言来表达观点这个就叫做慎言如果没有足够的信息跟把握呢，最好还是不要贸然发言宁愿保持沉默静静的倾听别人的意见，才不会因为沉不住气而不当发言影响自己的形象或者说在孩子情绪低落不愿跟我们沟通的时候呢，那父母要暂时保持沉默给孩子空间这样可能比过度去干涉呢来得更有效了。那这个沉默叫做不言尤其在情绪激动的时候呢，最好暂时冷静下来，保持沉默，来避免争吵升级冷静一下再来沟通这个就是事缓则圆的道理啦这反而能更有效的修复人际关系或者修复亲子关系。那在很多情况下呢，能言不一定是好事情慎言才是智慧甚至在某些情况下呢，选择沉默不语反而能避免冲突所以今晚我们读书会的主题这句话呢，是在提醒我们在人际沟通中应该懂得分辨何时该多言，何时该少言何时不言否则一句话说得不好或失言，会造成一失言成千古恨因为呢覆水难收嘛也因此呢，孔子才说一言兴邦，一言丧邦孔子认为一句话可以让一个国家呢兴盛，也可以让一个国家灭亡那这句话是针对一国之君的警惕嘛。那对国家是这样对一个团体或对每一个或对一个领众也好啦或者是领导者甚至对每一个人何尝不是如此呢？那历史上呢，一言丧邦的例子很多举个例子，楚怀王听信谣言而导致呢楚国衰败。那秦朝赵高呢乱说话，指鹿为马而动摇了整个政权还有呢，希特勒在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那个前后呢，发表侵略性的演说啊，那些言论呢，煽动民族主义情绪啊，最终导致德国对外侵略，引发第二次世界大战。最后德国战败啦，造成国家陷入分裂，长期动荡。对历史上的一言上邦是这样啊，现在的社会也是一样啊，尤其现在是资讯传播快速的时代啊，名人或者公众人物的一句话，可能会引起很大的风波例如了2022年美国的饶舌歌手叫做肯伊·威斯特他在这个社交媒体上呢，多次发表带有反犹太主义色彩的这个言论引发全球舆论的谴责。随后呢，他的多个品牌合作呢被终止了包括阿迪达的这个长期合作这个导致他呢损失数十亿美元的资产并且被那个富比士除名了。那台湾也是一样啊，一些名人或艺人他们的言行举止也是有很大的影响力任何言论都会被放大跟片面解读，引发社会的效应那其实这种例子是不胜枚举了所以才说病从口入，祸从口出也因此呢，佛陀教育我们呢，说话要有智慧有一次佛陀在开示的时候呢，他问弟子们他说当你们所知道的一件事情是有害又不真实的，你们要不要说这个简单嘛大家回答都不说因为有害又不真实的嘛，对。那佛陀再问第二个，如果是有害但是是真实的，要不要说？那大家犹豫了一下真实但是有害所以但是有害嘛，所以还是不说这个答对了再问第三个，有益但是是不真实的，要不要说？哇，弟子们又陷入犹豫不决了。有益嘛，对不对？不过它是不真实的当然还是不说嘛佛陀再问第四个如果是有益又真实的，那要不要说？重点在这一句大家说有益又真实的嘛当然说要说。佛陀说重点在这里，佛陀说即使是有益也真实的，还是要选对对象，选对时机才能说意思是说，说话要看时机跟场合啦，也就是要看人缘、时缘、地缘，也就是天时地利加人和都具足才能开口啦。那这个人和呢，就是指嘛有好的人缘嘛有缘说话是真理如果无缘的话，那宁愿就不说，因为无缘说话会变成是非孔融是东汉末年著名的文学家、政治家跟思想家，他是孔子的第20代的孙子那他以才华横溢跟直言敢谏而闻名的因此呢，他常常是言辞很犀利，讲话不顾时机，爱讲就讲他还当着曹操的那个面前呢，讥讽曹家无德甚至批评曹操是用人为亲虽然这些话也是有些真实的啦，但由于没有考虑到曹操身为掌权者的这种感受跟权威最后导致曹操呢下令把他诛杀这个就是没有说话没有掌握对象跟时机而付出惨痛的代价那孔子对这样的情况也有他的独到的见解，可以让我们学习言及之而不言，谓之隐言未及之而言，谓之躁；不见颜色而言，谓之鼓这个鼓就是上面一个打鼓的鼓，下面是一个目，眼睛那个目啦意思就是说，整句话的意思就是说，该你讲话的时候你却不讲，这个叫做隐隐瞒还没有轮到你讲话，你却抢着说，太急了啦，这个叫做急躁，谓之躁嘛那讲话没有看人家的脸色，没有看现场的气氛，就懵懵懂懂的有话直说
啊，刚刚讲嘛，一个谷下面一个木嘛，叫做白目啊，台湾话叫做白目，也就是糊里糊涂的意思了啊。有一句流传民间的格言呐，叫做水深不语，人稳不言呐。啊，我们曾经拿这个当主题也讲过了啊。那水深不语的意思是说，水越深就越平静，啊，不会发出喧哗的声音呐。啊，这个是在譬喻真正有深度、有内涵的人呢，往往的低调沉稳呐，他不炫耀自己啊。那人稳不言的意思是说，做事沉稳的人呢，不会轻易发表意见，遇事冷静、深思熟虑啊，不轻易张扬或高谈阔论。不过我们要注意一点啊，人稳不言的意思不是说完全不说话或者都不发表意见，不是这样哦，而是强调在适合的时机，还要经过深思熟虑之后才开口。啊，稳重的人虽然不会轻易发表意见，但是在重要时机或需要表态的时候呢，他还是会说出有分量、有价值的话哦。那这样子的人呢，才是又稳重又真诚的人呐。该说却不说，会让人觉得不真诚。放在心里面啊，会让人印象不好啦，啊，不真诚嘛。人稳不言这句话的核心精神有3个重点。好，什么叫人稳不言呢？第一，谨言慎行。他讲谨言没有叫不言的啊，谨言慎行啊，避免轻率发言呐，确保自己所说的东西是有根据的，是有依据、有意义的。第二个呢，权衡时机啊。在人员、时员、地缘都很恰当的时机呢，针对需要的事情呢，发表我们的观点，而不是随意呢插话或空谈。第三，少说多听呢，多倾听、多观察，必要时呢再发表自己的看法，啊，这样才是稳重、成熟、有智慧啊！啊，总而言之啦，人稳不言，并不意味着完全沉默，而是提醒我们。该说话的时候还是要说，而说的时候要说的恰如其分，不该说的时候就要保持沉默，啊，这样才是稳重成熟啊！啊，如果我们把人稳不言啊，把它解读为完全都不说话，闭嘴，也就是该说话的时候，该表达意见的时候，你还是保持沉默，这样会给人家一种城府很深呐，个性阴沉呐。个性阴沉啦，这种负面的印象啊，那这样会被误解为什么啊？这个人缺乏担当啦，啊，不愿意跟人家沟通啦，或者他有意隐瞒，因为他不讲话嘛，啊，甚至可能他心中另有盘算，让人家有这种感觉了。所以该表达的时候，你却保持沉默，这个不能叫做人稳不言哦，而且很可能让别人以为我们不合群了，这个人很不合群。不真诚，不关心团队，或者这个人个性很消极，缺乏参与感。尤其在社交场合里面啊，该说话的时候不说话，会让人家感觉有距离感，阴沉难测的印象啊，好像不厚道丁啊，他都不说话啊，没吹灰啊，这样人际关系会不好了。甚至可能会被误解为什么这个人很高傲，不合群。这样的人会让人家不敢接近嘛，啊，也会影响自己的人际关系啊。所以正确的态度应该是怎么样呢？在合适的场合里呢，经过慎思之后呢，用理性的态度，简单扼要的表达自己的观点，既不多言，也不无谓的沉默，这样才是真正展现自己的稳重啊。那还有一种状况是什么？明明知道有一些话说出来会让人听得很逆耳或不舒服，还没有讲之前就知道说我讲的话会造成这样子，但是还是要讲哦。不过这个要有德行的人才能讲啊，我们德行不够还是不能讲就好像说有一次啊，我跟着正言上人去行脚到南部啊，那参观一个环保站啊，那这个环保站连大德送来的垃圾也是来者不拒
全部收哦。那结果就可想而知嘛，整个环保站异味冲天了。那上人去参访的时候，马上看到这个问题了。后来回到净思堂之后呢，当地的净思堂那当众的开示说到了，环保站要做到清净在源头，也就是可以再利用的物资才能收回来，不能利用的垃圾就要懂得教育大众，自己拿回去处理，不要拿来环保站。那正言上人认为，把话讲得这么白那就是一种忍痛教育了。因为上人讲话是很圆通的，都点到为止的嘛。那刚刚这样讲就很白了嘛，因为这个不是正言上人平常讲话的方式嘛。因此呢，上人认为这样把话讲得这么直接可能会让一些人觉得好像不近人情了。然而，如果不这样教育环保志工道理不把它讲清楚那环保站很可能会变成垃圾场这关系到附近居民的生活品质因为环保站都在人口稠密的地方社区里面这个会关系到环保站的运作跟永续发展。因此，此际所有的环保站都叫做环保教育站，多个教育2个字，强调是在教育而不是在收垃圾的啦。所以上人明知这样讲话呢，可能有些人会认为不近人情或是人家会不喜欢听但却是影响深远所以还是要讲那这个跟人文不言是没有冲突的也不相抵触这个是师父教诲弟子的用心良苦其实人类沟通的管道中说话只占一小部分而已我们的肢体语言情绪反应说话的态度，甚至刚刚讲的德恨等等所占的比例是更大，比说话更大。那这个观点跟著名的梅拉比恩法则相呼应这个法则是指出什么？人际关系的沟通只有7%是来自语言38%是来自说话的语调态度跟情绪另外更大部分55%是来自肢体语言包括你的表情你的手势你的姿态等等。这个告诉我们一个道理人际关系好不好，不是只靠嘴巴讲话来沟通而已肢体语言跟情绪态度更能影响别人对信息的接收跟理解因此在沟通中呢，语言的内容并不是唯一重要的说话的口气、情绪、肢体语言也是同等重要甚至有时候呢，这些肢体语言的影响力超过我们语言本身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说我不讲他就不知道啦我不讲他就不会知道啦其实不要这样子讲再怎么迟钝的人都会感受到别人说话时候的念头跟情绪嘛。我们大家都有这种经验，跟人家讲话的时候，别人是什么念头跟情绪，我们马上可以感觉得出来因为很难隐藏它会不经意的流露出来有些人那不说话坐在那里别人看到他都会起欢喜心再跟他说话，哇呀，如沐春风那这是这个人的什么形象跟气质也就是有人缘那有些人虽然口才偏激能言善道甚至可以佛言佛语但跟他一说话感觉好像他就在对人说教甚至在为参访者，甚至有时候在公众场合里面为参访者介绍文宣看板这个自己一直口若悬河讲个不停让那个参观者或听者完全没有插话去互动或提问的机会都没有这样你讲话讲得再多再好听听着也不受用了充其量只是自己单方面的自得其乐而已啦。因为你缺少与人的互动都是你一个人在讲所以人们常常会说沉默是金这句话不是叫你都不要讲话跟刚刚讲人文不言的意思一样不是叫你都不要说话，而是强调在某些情况下保持沉默的重要性强调在某些情况下，
不是叫你全部都不要讲话，不是这样子。因此，沉默是金这句话不是用在所有场合都适用。适当的语言沟通是人跟人之间互动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嘛。那既然我们要跟人家互动，就不可能都闭嘴不说话啊。所以沉默是金这句话是要看场合使用啊。在有些场合里呢，甚至沉默不是金呐。对，我们先来举例讲这个沉默是金啊。例如啊，当跟人家争执升级或者是这个情绪激动的时候呢，沉默可以防止矛盾或争执呢进一步恶化，那给彼此之间的冷静的空间啊。或是在不熟悉的环境里面呢，说太多的话可能会不小心泄露隐私啊，或显得讲话很草率。那这个时候呢，最好是沉默是金呢。那有时候呢，静下来不说话，更能让自己能够专注于观察跟思考别人在讲什么啊，可以从别人身上呢学习很多啊。另外呢，在敏感的这个议题上呢，沉默可以避免说错话跟祸从口出嘛啊，那个安全起见，最好是啊不要讲话啊。这个是正确的啊，因为它不会引发不必要的麻烦嘛。所以以上所讲的这些都是沉默是金的道理啦。现在我们来谈沉默不是金。在职场、社交或家庭中呢，关键时刻的沉默不语，很可能会被误解为什么？缺乏主见、逃避责任，都不说话，从头到尾不说话，这样反而给人家不好的印象。尤其在人际关系产生矛盾的时候呢，或产生误会的时候呢，沉默不说话，可能会让问题更恶化，让误会更深啊。而如果能采取适当的表达跟沟通，这个会让对方觉得，哎，我们好像很有诚意，对方好像很有诚意哦，啊，就比较容易怎么样，化干戈为玉帛啦，啊，事情反而获得圆满的解决。那还有一种情况是什么？在面对不公或不合理的这个事情的时候呢，你过度沉默，这个会被认为是在纵容跟纵默。这件事情是非这么清楚，你却都没有那么站下，都没有讲话，认为你好像也是默认哦，默认这样子对错变成对的哦。尤其是在不正之见在蛊惑人心的时候呢，我们却保持沉默，而无法适时的去宣说正法来导正人心呐。啊，这样子的沉默其实就是一种懦弱跟缺乏勇气。另一种情况是什么？在团体合作中呢，或人群事务中呢，我们如果任何事都始终保持沉默，那可能会被别人误认为我们对团体的事情一点都不关心哦。这个会不利于建立跟团队之间的信任呐。这个我们大家生活中都有这个经验嘛，哎，即使我们明明知道我提出来的意见啊不会被大家参考啦，有时候团体是这样的性质哦，对啊，只听一个人讲啊，其他人提意见都不听啊，啊，那我们明明知道，但是我们还是要诚恳提出我们的建议哦。你既然参加开会了，对，提出意见是我们的责任，那采不采纳呢？那是别人的权利，分两段来处理。我们如果能这样的收放自如了，该讲就讲，讲完以后就放下啊，不必坚持己见啊，这个才是真正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工作了。总而言之的哈，沉默是金是一种处事的智慧啦，但并不是放诸四海皆准的准则哦，还是要看情形啊。有时候呢，沉默是金，有时候沉默不是金啊。真正的智慧在于该言则言呐，该默则默啦，沉默的默啦啊。《论语》里面有一句话这样说了哈：可与言而不与之言，斯人；不可与言而与之言，斯言。君子不思人，也不思言啊。大意是这样子的啊。如果这个人是一个善知识，值得我们跟他交流学习，但你却不懂得把握因缘，亲近他，跟他结好缘了，这样就会错失良才啊。这个就是斯人呐。那如果一个人不值得我们跟他交流，
或者他不理解，也不会接受我们的意见啊。那我们却硬要跟他沟通，这样会造成道不同却硬要相谋啊，结果会带来什么不必要的麻烦呐，鸡同鸭讲嘛。那这样就是什么失言呐。那这句话是孔子提醒我们，与人交流的时候呢，要能够审时度势，区分对象，这强调讲话的分寸跟智慧啊。那具体来讲呢，开口动舌要尽量做到下面3点。第一，知人而言呐，就是了解对方的根基水平，跟他心里的需求，跟他接受的程度，才不会鸡同鸭讲啊，也才能避免不必要的沟通或浪费时间呐。第二，适时而言呐，选择恰当的时机才说话，才能避免不合时宜的发言呐，而让自己陷入纷扰之中啊。第三，慎言而行啊，说话要谨慎，有些话应该说，有些话要谨慎说，有些话甚至不必说。以上这3个说话的智慧，也是孔子给我们的教育哦。人生中有很多事情，因为我们智慧不足或有智慧，但智慧不圆融都很有可能的造成失言甚至造成两舌恶口跟绮语妄语等等的口业不只是口吐毒舌还口喷铁钉，哇，这个是严重了轻轻一句话呢，压在别人的心头上，让别人的心灵受创伤，而我们却还不知道自己已经伤人了这样彼此之间就会无形中结下了恶缘那这个恶缘可能很难分难解有些人命中缺少贵人，甚至小人偏多，这个也是原因之一所以听话的人需要自我免疫的，告诉自己别人无心讲我们不要有心听别人有心讲，我们更要无心听那他如果是智者轻轻讲，那我们重重听。他是凡夫重重讲，讲话很重，口气很重，那我们就重听，听不这个就是也是智慧甚至面对是非批评或者趁机回忆也需要启动自己的心田过滤器这边装个过滤器这个心田过滤器的主要功能是什么？听到有益的就吸收，听到无益的就把它过滤掉而且呢，不要过度的自己对号入座，否则会自寻烦恼就刚刚讲的嘛别人有心讲，我们更要无心听嘛。那这个是指听话的人而言然而如果是说话的人那就更要警惕自己说话的目的是要让对方能听进去，而不是单纯的我们把话说出来而已而且更要提醒自己说话的智慧不是说真话跟说好话而已还要让真话跟好话被人家接受，这个观念很重要否则好话说的呱呱叫，别人完全没给你知道对，举例来说了人家不小心犯错了与其我们讲说你这样做是不对的是错的啦听起来不舒服那不如讲什么？你如果换个做法，可能效果会更好这样讲人家听起来就会比较舒服多了嘛甚至不该说话的时候应该懂得闭嘴该闭嘴的时候就是什么？沉默是金嘛那该说话的时候呢，也是要怎么样？话到嘴边留3分持一点保留态度那这个也是要多用心用心对别人说一句好话呢，就好像在祝福人家嘛那对自己来讲也是一种发好愿因为嘴巴在讲好话那不但鼓励别人，也激励自己，不是吗？那凡夫因为愚痴而智慧难起不但没有分别智，也欠缺平等慧导致怎么样？盲从附和，人云亦云，道听途说，加上危言耸听，越描越黑，造成祸从口出嘛，那变成口业
所以才说话出如箭呢，射箭的箭呢，话出如箭，不得乱发，一入人耳，有力难拔。对，一个人如果经常是轻难弱了，轻易就给人家承诺了，讲话轻率了、轻佻了，那这个人的可能信用不会很好。相反的，讲话是先静后思再语，静思语，慎重想清楚再给人家承诺，这个是重然若，一言九鼎的意思的。那这种人的信用就比较好。那赞叹别人是好事啊，有人赞叹法门修得很好，讲出来的话都是雅言正语啊，可以振奋人心啊，人家听了也很欢喜啊，很受鼓励啊，这个是很好。但是如果不论好坏对错呢，不问青红皂白，都一样赞叹，这样会让人家感觉你不是真心实意的哦，心里不那么想，嘴巴却那么讲这样会变成口是心非，就不好啦。巧言令色，鲜于人，这句话大家都听过，就是这个道理其实呢，善心杂话啦、闲言闲语啦，甚至闲聊啦，都是一种妄语哦，要很小心闲聊只是一种打发时间的方法，也可以说是一种娱乐啦。除非我们对闲聊每一句话都很用心专注、清楚明白，但这个很困难做到，因为既然是闲聊，就会聊些有的没的嘛。对，就是孔子讲的群居终日，言不及义日常生活中如果能够随时警惕自己的该说的时候就慎言，不该说的时候就不言，这样日积月累就会是一个很有口德的人我们大家一起互相鞭策，互相鼓励今天晚上我们读书会能言不如慎言，慎言不如不言，就分享到这里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